家好，我是小云同学。这两天呢，因为被关在那个小区里出不去，所以呢，实际上也是挺无聊的。然后前两天呢，我刚好收到了一只等了很久的福伦达的15毫米的一个取景器啊。那这个取景器呢，实际上是我等了很久呢，是因为为了让它能够配我的福伦达15毫米f4.5第3代的那只镜头。那只镜头买了很久，一直没有机会去用，是因为15毫米真的是很少能够有机会可以用到。第二呢，也需要一只取景器，因为当时买的时候没有取景器，所以等了很久。这是一只，给大家看一下。这就是取景器哈，它是配合这只15毫米的福伦达的这个镜头。那当时买的时候呢，我还是有数码徕卡的。那第3代的这支镜头呢，它是对数码徕卡做了一个优化，所以呢，它是没有红移的。那第2代镜头呢，它是有红移的，所以呢，我们就把它换成第3代。但是呢，我现在已经手里没有数码徕卡了，所以我不知道它在胶片上是怎样一种表现。所以今天呢，我带了两个卷，一个呢是我最喜欢的，但是也是最贵的 Velvet RVP50，另外一卷呢是柯达的100T Max。这两个卷都是在黑白和彩色领域都是非常表现优秀的，也是我经常用的那个两个卷，但是现在价格就很离谱了。今天想呢，已经反正也在关在小区里没有事，想试一下这两个卷在这个镜头上的这个表现。
那我用了一下15毫米的这个镜头和这个新的取景器哈，那我会发现说这个镜头的它的前面呢，它是没有一个镂空，所以它的遮光罩呢实际上是会遮挡一部分15毫米的这个取景器的一个视角，所以是会有一点点的影响。第二呢，15毫米真的是太光了。在比较局促的这个环境里面呢，它实际上是太大了，很难去控制它，所以我15毫米其实用的也是不多，但是呢，超广角呢还是要备一支，因为你备不住什么时候呢，需要去拍一些大的场景啊、大的风光啊等等。那么大家知道 M 口上徕卡有一支非常有名的蔡司为它定做的15毫米镜头，15毫米 f8，好老公，对吧？那这支头呢，现在大概已经价格飙升到12万、11万、12万一支了，你根本不可能是买得起的，所以福伦达的这支15呢，它是一个平替，它并不是很贵，它好像就3、4千块钱。然后呢，它的光圈要比好老公要大很多，它是4.5的光圈，好老公那个是 f8的。当然，好老公是一个光学的奇迹哈，我们就不说它了。那如果你需要在 M 口上要找到一支超广角的话呢，其实福伦达这个镜头呢还是相当不错的，只是它用的非常少。但是我最后还是给它找了这支取景器，这是全新的福伦达自己生产的这个黑漆铜制的这个取景器。